企業註冊地只是外殼，真實的業務才是企業賬戶長期穩定的底層資產。邏輯清晰，資料匹配，再加上合理的1+1的賬戶組合，開戶就不再是一場碰運氣的考試，而是你跨境業務最穩固的基礎設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ean， 關注我，讓你全球都有人。現在做跨境生意有一個非常荒誕的現象，註冊一家美國公司 LLC 或者愛沙尼亞公司，幾天就能夠拿到全套文件，但當你準備大展拳腳時，開戶環節卻瞬間讓你進入地獄模式。沒有本地實體辦公室，補資料；使用註冊代理地址，補資料；剛成立沒有銀行流水，繼續補資料，甚至要求你提供印着公司名字的水電賬單。很多老闆到了這一步才明白，拿到公司註冊證書只是一張入場券，賬戶能不能開下來，才決定你的生意能不能收錢，能不能付款。就在這2個月，我們全球人团隊剛好幫2個客戶搞定了企業開戶，一個是用愛沙尼亞公司開 Payoneer， 另一個是用美國公司開 Relay。同樣是跨境企業，都需要美元戶，為什麼選擇完全不同？因為海外開戶從來不是哪個簡單就去開哪個，而是你的註冊地、業務場景、收付款路徑共同決定的。Payoneer、Wise、Revolut、Airwallex、Mercury和 Relay 這麼6大平台到底怎麼選？話不多說 ，Let's get into it。1. 破除迷思，賬戶是選型的結果，不是目的。很多新手老闆一上來就問我，上 Payoneer 和 Airwallex 哪個好？ Mercury 和 Relay 哪個容易開？ Wise 的匯率是不是比 Revolut 還要低？這些問題當然可以回答，但你跳過了最重要的一步，你拿這個賬戶到底準備幹什麼？很多平台被統稱為數字銀行，但嚴格來說，他們不是傳統銀行，而是 FinTech 金融科技公司。如果用大家听得懂的話來打個比方， Payoneer 像一個跨境收银台，必殺技是接收平台和海外客戶的付款。Wise 像是一個多幣種的中轉站，優勢是頻繁換匯和低成本的國際轉賬。Revolut 像一個歐洲本土的數字管家，兼顧全能多幣種清算和強大的企業卡管理。Airwallex 像是一套跨境財務操作系統，管的是收款、收單、企業卡和全球支付。Mercury 則像是公司的線上營業部，滿足標準的底層運營需求。Relay 則像是一個自帶多個資金抽屜的運營賬戶，幫小微企業搞定精細化的現金流。他們都有賬號，都能收付款，但根本就不是同一場比賽裡的選手。2. 3大主力平台拆解 Payoneer vs Wise vs Airwallex。我们先看前端收款的3大件。第一是 Payoneer， 它特別適合電商平台型的收入、軟件服務和數字業務。前段時間我們幫一家歐盟愛沙尼亞公司申請 Payoneer， 公司成立不算久，沒有本地辦公室，如果直接去挑剔的歐洲傳統銀行，基本上是被秒拒。但 Payoneer 關注的是你的交易邏輯，客戶是誰，為什麼付款，收入從哪兒來，把業務鏈條串通，錢就能先收進來。但記住，它是極好的前端收款工具，不適合長期的沉澱大量的資金。第二是 Wise， 如果你經常要收歐元、付美元，給外包發英鎊或者新幣， Wise 的多幣種和透明的匯率就非常的香。但 Wise 的難點在於區域政策差異極高，看到別人用愛沙尼亞公司開了 Wise， 不代表你的愛沙尼亞公司也能夠照樣複製。股東住在哪兒，實際業務發生在哪兒，權重甚至高於你的註冊地。第三是 Airwallex， 如果你的業務鏈條很完整，既要收錢匯款，又要付供應商貨款，給員工發企業卡，甚至獨立站還要接 Stripe 銀行卡收單， Airwallex 的綜合能力是最強的，但功能越全，審核越嚴。
一家剛成立的公司，如果聲稱月流水幾百萬，卻沒有網站和合同，風控系統第一時間就會攔下你。3. 美國公司專屬 Mercury versus Relay。如果你註冊的是美國公司，不論是 LLC 還是 Corp， Mercury 和 Relay 是避不開的兩個選項。Mercury 接近美國公司的核心運營戶，體驗極佳，但現在它絕不是拿着一張 Wyoming LLC 的證書就是能夠輕鬆下戶了，它需要你證明真實的美國業務聯繫以及合理的實際經營地址，而 Relay 則擅長分格子來管理你的現金流，支持最多20個子賬戶，對初創極其的友好。前陣子我們幫客戶申請 Relay， 平台識別出使用的是集群註冊地址後，立馬就要求補充真實的運營地址和銀行賬單。大家千萬記住了，花個上百美元買來的虛擬地址或者郵政信箱，已經越來越難糊弄金融機構的風控系統了。如果你覺得本期視頻對你有用，希望你可以花最多0.4秒的時間給這個視頻點個讚。如果還沒有訂閱本頻道的，請求你一定要點亮那個訂閱按鈕，這將是我們推出更多好視頻和精彩內容的根本動力。第4，初創企業的黃金解法，1+1的賬戶組合模式。聽到這裡，有人可能會說，既然隨時可能關戶，那我一口氣開10個。千萬別！企業開戶不是去搶演唱會的門票，多開一個賬戶就會多一套 KYC、稅務申報和資金解釋的成本。如果不同平台填寫的業務邏輯相互矛盾，反而會直接觸發連環關戶。初創企業最實用的其實是1+1的賬戶組合，一個前端收款戶，比如說 Payoneer、Wise、L-Wallets 負責效率和收款，一個日常運營賬戶，比如說 Mercury、Relay、Revolut 負責日常開銷與資金的沉澱。公司業務走順之後，等有了穩定的銀行流水，再去爭取傳統商業銀行的開戶。從臨時抱佛腳到提前規劃到位，開戶越來越難，並不代表着離岸公司已經無處可開，它真正說明的是開戶再也不等於公司註冊完再去臨時湊合了。在你註冊海外公司之前，就必須要想清楚這個主體能開哪些賬戶，董事國籍有沒有限制，業務類型平台接不接，客戶怎麼付款，錢收進來我怎麼花。如果公司已經註冊了，哪怕暫時還沒有流水，也請盡快建立起你的網站、合同框架和商業計劃，因為真實的商業邏輯和證據鏈才是金融機構風控系統最看重的東西。我們全球人團隊幫客戶做開戶規劃，從來不是簡單的幫你做個翻譯、填個表，我們做的是方案匹配和證據鏈的閉環。從註冊主體的選擇、業務上下游的梳理、合同、發票的準備，到地址、合規和備用方案，幫你的公司講一個真實合理、能夠通關的商業故事。如果你手上已經有了美國、愛沙尼亞、香港、新加坡或者 BVI 等地的離岸公司，又或者你正準備搭建海外公司架構，都歡迎把你的註冊地、股東、董事國籍、常駐地、實際經營業務、客戶和供應商地區以及預計流水發給我們看看，我們會免費幫你系統的評估到底是適合配 Payoneer、Wise、L-Wallets、Revolut 還是 Mercury、Relay， 甚至對接到傳統的商業銀行。還是那句話，沒有一個賬戶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，也沒有一個平台能夠保證永遠不變。企業註冊地只是外殼，真實的業務才是企業賬戶長期穩定的底層資產。邏輯清晰，資料匹配，再加上合理的1+1的賬戶組合，開戶就不再是一場碰運氣的考試，而是你跨境業務最穩固的基礎設施。溫馨提示各位老鐵，各平台政策隨風控隨時調整，申請前請按最新的政策進行核實。如果你認同我們這種站在全球視角看資產流動、打破信息差、解構身份規劃的硬核邏輯，歡迎點讚、轉發、
訂閱我們順手牽羊頻道。我是要陪你跨國破局，讓你全球都有人。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